想法，狂乱的表达。娱乐圈总是充满戏剧性。一则关于云朵与恩师刀郎关系的争议，在网络上引发热议。这个曾经被誉为刀郎爱徒的羌族歌手，为何在师傅复出之际选择了沉默？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段扑朔迷离的师徒情。在这个全民互联网的时代，艺人的人设往往比实力更受关注。资深娱乐评论人表示，现在的明星不仅要会唱歌演戏，更要会经营人设。一个好的人设可能比10张专辑更有价值。当刀郎宣布复出时，娱乐圈一片沸腾。按理说，这本该是云朵重振刀郎爱徒人设的绝佳时机，然而他却选择了出人意料的沉默。一位业内人士透露，云朵这10年来靠刀郎徒弟的身份吸引了大量粉丝，他这种态度确实让人费解。2024年9月，刀郎开启全国巡回演唱会，创下票房佳绩。而曾与刀郎合作《山歌》等经典作品的云朵，却始终保持沉默，既不现身支持，也不发声祝福，仿佛与这场盛事毫无关联。网友小满评论道：“我真的不理解云朵，刀郎不仅是他的老师，还给他创作了那么多金曲，这种时候连个祝福都没有，太让人寒心了。”事情的转折要追溯到2022年，当年的全球华语音乐颁奖典礼上，获得实力歌手大奖的云朵，在感言中只字未提刀郎。他说：“感谢我的母亲，是她在田间劳作时的歌声影响了我。”这番话在当时就引发了质疑。娱乐评论家王教授指出，艺人感谢父母天经地义，但在领取音乐奖项时，完全不提及把你带入行的恩师，这确实有些不妥。同年，在一次媒体采访中，当被问及艺名由来时，云朵给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答案。他称云朵这个名字源于羌族人居住在云端的寓意，完全回避了这个艺名实为刀郎所取的事实。然而故事还未结束。2024年刀郎巡演大获成功后，云朵在自己的演唱会上突然情绪失控，声泪俱下的表示：“我永远是刀郎的徒弟，云朵这个名字就是师傅给我取的。”这一幕被不少网友嘲讽为看到热度才想起来认师傅。对此事件，网友反应不一。成名后忘恩负义的艺人不在少数，但云朵这操作确实高明，既不撕破脸，也不装模作样。他现在的成就确实有自己的实力，但否认刀郎的提携就过分了。可能其中有我们不知道的隐情，不应该轻易下定吗？著名音乐人张制作认为，在娱乐圈，勤奋和利益常常难以两全。云朵的选择或许有他的考虑，但对年轻艺人来说，这绝不是个好榜样。这起事件给我们的启示是：成功需要感恩，无论走多远，都不要忘记帮助过自己的人。在追逐名利的路上，真诚和感恩才是最珍贵的品质。期待云朵能够真诚面对过往，修复与恩师的关系，给这段师徒情谱写一个圆满的结局。从饭店服务员到春晚常驻嘉宾，云朵的人生轨迹堪称传奇。这段师徒情缘如今却走到了尽头。2023年10月19日，云朵在个人演唱会上首次公开回应与恩师刀郎的关系。这场演唱会本该是云朵事业的高光时刻，却因师徒二人的隔阂成为了娱乐圈的又一桩热议话题。云朵在台上动情地表示，刀郎和师娘就像他的再生父母。这番话听起来情真意切，但细究其中缘由，却另有隐情。回顾云朵的成名之路，刀郎确实功不可没。他不仅赋予了云朵惊艳四座的歌喉，更给了他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。从无名小卒到家喻户晓的歌手，云朵的崛起堪称音乐圈的一匹黑马。这段看似美好的师徒关系，却在近年来悄然生变。有人说是云朵忘恩负义，有人说是刀郎太过严苛。真相或许只有当事人心知肚明，但有一点是确定的，那就是两人之间的分歧已经无法弥合。2019年，云朵与刀郎公司解约，这一举动被外界解读为云朵想要独立发展的信号。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。2020年，云朵开始了自己的直播生涯，
在直播中，他多次演唱刀郎的歌曲，并借此收获了不少打赏。这一行为无疑触碰了刀郎的底线。要知道，刀郎一向以版权意识强著称，他只授权云朵线下演唱4首歌曲，而云朵却在网络平台上大肆翻唱。云朵的行为不仅利用了刀郎的名气，还侵犯了他的知识产权，这让人不禁要问：难道这就是徒弟回报师恩的方式吗？2021年，云朵成立了自己的公司，从此他与刀郎再无交集。当刀郎在2023年翻红时，云朵却选择了沉默，没有祝福，没有恭喜，仿佛这位曾经的恩师与他毫无关系。这种态度与他在直播间里表达对师父的思念形成了鲜明对比。有趣的是，在刀郎10月13日南京演唱会当天，云朵突然想起了自己的身份，他不仅亲临现场观看演出，还精心准备了文案感谢刀郎。这一举动让人不禁怀疑，他是否在利用刀郎的热度为自己造势？两人价值观的冲突，或许是导致关系破裂的根本原因。刀郎重情重义，而云朵似乎更加务实。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，也许正是他们最终分道扬镳的写照。10月17日，刀郎公司发布的一纸声明，无疑是给这段师徒情谊画上了句号。声明中，云朵的个人生活与刀郎无关。这句话无疑是在告诉世人，两人已经没有私交，而希望云朵女士创造自己的辉煌，则更像是一种委婉的逐客令。尽管云朵在19日的演唱会上多次表达对刀郎的感激之情，但这些话语已无法挽回两人破碎的关系。或许正如刀郎公司所言，让云朵创造自己的辉煌才是最好的选择。这段师徒情缘的落幕，不仅是两个人的故事，更折射出娱乐圈复杂的人际关系。它提醒我们，即便是最亲密的关系，也需要用心经营。而对于云朵来说，如何在失去刀郎这个强大靠山后，继续在音乐圈发光发热，无疑是他面临的最大挑战。娱乐圈从来不缺少戏剧性，但真情实感却常常稀缺。云朵与刀郎的故事，或许会成为圈内人的一个警示。名利场上，请珍惜那些真心实意待你的人，因为当你失去他们时，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靠山，更是一份难得的真挚情谊。这滩娱乐圈的水啊，说多深就有多深，说多浑就有多浑。你以为只是暗流涌动，没想到还藏着海啸山火。话说，最近刀郎和他那土地云朵闹出了一出大新闻，真把咱看热闹的看了个通透透的。他俩的那点师徒情深，啥子曲折故事哪还用说，早就家喻户晓了。就是那云朵，一开始贫贫穷穷的，全靠刀郎出手相助，一步步把他培养成了歌坛红人儿。谁成想他一出名了，就不当自家人，指手画脚的嫌弃起了刀郎喽。两口子你一句我一句，最后红着眼撕破脸没商量，吵翻了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这是煞事。好戏一出，可云朵那慧儿哪知自己高攀了枝头，远高于他那根枝源，刀郎反倒由助他胡作非为，慢慢从影视歌谈诗易老。好家伙，这才让云朵意识到啥子叫腐竹修来啊，那可是把自己捧红的恩师，自己的好了却连问候都懒得问，问曾经的哥谭红染也不嫌弃，反正是人走茶凉，再见时怎么个尴尬，往事就勿再提了。重点说回当下，谁知这刀郎这2年又是叛命复出，一手罗纱还是横空出世一跃好，足足挺着不凡胡素席卷华语乐坛，一举赶超昔日枭雄。云朵听闻此言，胡德华都快没了，赶紧折回老路，眼一抹黑就扑倒在刀郎脚下，口口声声师傅长师傅短，那梨花带雨的哭腔足以再演绎出霸王别姬了。你说这般改换阵营的本事，也得是个绝顶好戏骨儿了，一人一狗也能看穿，故意做给谁看呢？就连网友们都看热闹不乐意。哎呀喂，把人家当大傻看啊，这都摆了一出啥子戏码给咱看啊？最近火了就跑回来是好了，不火的时候你怎么不见人影啊？一毛一样的。第二个曹云金啊，忘恩负义的东西。啥？
现在又提到了曹云金这出曲折故事，那可真是一段曲折缠绵的师徒渊源了。曹云金和师傅郭德纲的恩怨情仇，从东北一路闹到京城，只把咱看得目瞪口呆，不知哪个才是真理啊！云朵这一出折腾，焉能不让人触景生情呢？都说师徒情同父子，但俗话说得好，有其师必有其徒。师徒关系就跟各大门派内斗一个路数，哪有那么单纯？也不看看徒儿是块什么料，也不看看师傅是把什么手眼。师傅高高在上时，徒儿自然唯唯诺诺；师傅一落魄，信不信徒儿立马背叛投奔他人？要说德云社的这些徒弟，如今对郭德纲好啊好啊的，难道真是一往情深？别傻了，等郭德纲铁树落子时，他们还怕不乖乖待着？光听这话，咱就觉得哪壶不开提哪壶，有绝啊！不瞒你说，娱乐圈就是这么回事，哪都是名利场，谁还不想在里头赚大钱出大名？论什么正人君子，论什么英雄好汉，说到底不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？好多师徒不也是为了各自的利益在纠葛？师傅怕失传承，徒儿怕出不了逃。你看这云朵，现在不也是跪着回心转意吗？不过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值得钦佩的师徒了。你看郭德纲，为了自己德云社的大业，一直默默坚持梨园戏，苦心经营。你看那刀郎，就算是落魄，也没抛弃过自己的艺术情怀，死撑着守住自己一亩三分地，能有这样的执着，还是让人感到暖意的。无论如何，这出戏码已经拉开了帷幕。云朵的这一跪，究竟是为了蹭热度，还是为了表达一番心迹？他和刀郎的恩怨又能否从此重归于好？这背后所映射出的又是什么样的师徒关系？或许换个角度看，也许这就是整个娱乐圈的一个缩影呢。啥？你问我怎么看？哈哈，我就这么问你，在那名利场里，你能坚守自己的底线吗？在那师徒关系中，你又该如何权衡情感和利益？快别跟我打太极，说说你的真心话吧。刀郎与云朵师徒缘尽，各自安好。这段时间，刀郎和云朵的事情可以说是闹得沸沸扬扬。自从刀郎复出后，云朵没有任何支持的行为，网友们对此深感不满，一度认为云朵是背叛了刀郎，甚至说云朵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。面对外界的质疑，云朵选择了沉默，而这种不发声的行为，又让不少网友觉得他是心虚，不敢回应。然而10月29日，云朵终于回应了这件事。重播0.09分0.09分，云朵方表示，当初他和刀郎的公司解约，并不是自己主动提出，而是刀郎方希望云朵能够独立发展。至于背叛师傅的事情，更是无中生有。声明发出后，很多网友终于意识到自己误会了云朵。要了解刀郎和云朵的故事，还得从头说起。一闪耀与隐退，师徒二人各自的音乐征程。这故事得从一个叫云朵的女孩讲起。她来自大山深处，怀揣着对音乐的热爱，如同无数追梦人一样，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前往成都的火车。云朵那时候她才16岁，心里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，但对世界还不够了解。在陌生的城市里，她四处碰壁，只能在餐厅做服务员维持生计。但她运气真好，遇到了秦望东，刀郎的表哥，这成为了他人生的转折点。彼时的刀郎正经历着事业的低谷，虽然他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一度火遍全国，但独特的音乐风格还是让主流音乐圈的人不太接受。年轻时的刀郎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，他选择了避世，带着家人去往新疆，试图远离纷扰。就在这时，云朵出现了。这个来自大山、对音乐充满热情的女孩，仿佛让她看到了曾经的自己。或许是出于对音乐的执着，或许是出于对同路人的惺惺相惜，刀郎收下了云朵，并倾注心血培养她。刀郎为云朵量身打造了《爱是你我》《我的楼兰》等歌曲，这些歌曲迅速走红，也让云朵的名字被大众所熟知。云朵与刀郎，在刀郎的保驾护航下，云朵在短短3年内，从一个餐厅服务员变成了能够与成龙同台的歌坛新星。这一切都是刀郎一手带起来的。刀郎和云朵在音乐理念上高度契合，共同追求真挚的情感表达，这也为他们的合作
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就在云朵的事业越来越红火的时候，刀郎却决定继续隐退，这似乎也为两人后来的分开埋下了种子。云朵与刀郎，他始终对音乐保持着纯粹的热爱，但对于名利场的喧嚣，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距离。刀郎的隐退并非完全出于无奈，他始终对音乐保持着纯粹的热爱，但对于名利场的喧嚣，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距离。二师徒关系被曝出现裂痕，多年后，刀郎带着罗莎海市强势回归，并在巡回演唱会上与新徒弟徐子瑶同台演出。云朵的消失让大家议论纷纷，云朵的缺席并非偶然，他在演唱会之前就在直播间说不会参加，但没说具体原因。云朵尽照这一举动，让一些粉丝感到不解，甚至开始质疑他忘恩负义、不尊师重道。最近网上关于云朵、贝子和叛离师们的传闻越来越多，把他推到了舆论的风口。刀郎随后发布声明称，两人早在10年前就已成立各自的团队，双方已经解约，没有商业联系。这好像说清楚了云朵没去演唱会的原因，但大家还是有很多疑问。刀郎声明更有甚者爆料称，云朵曾在刀郎事业低谷期多次起诉他争夺歌曲版权，甚至投靠了刀郎的对手陈伟。面对网上的质疑和指责，云朵在10月29日发了声明，澄清了那些不实的传言。他表示自己从未背叛师门，也从未与陈伟有过合作，更没有与刀郎发生版权纠纷。云朵的声明得到了部分网友的支持，但也有人对此表示怀疑，认为这只是他的狡辩。云朵回应真相究竟如何，或许只有云朵和刀郎自己清楚。刀郎与云朵的师徒关系，从最初的亲密无间到如今的貌合神离，这其中的原因错综复杂。一方面，云朵的个人选择和发展方向与刀郎的理念渐行渐远，他渴望更大的舞台和更多的发展机会，而刀郎则更注重音乐的纯粹性和艺术性。另一方面，外部环境的压力和影响也加剧了刀郎两人之间的矛盾。在娱乐圈这个名利场，各种利益纠葛和人际关系复杂，有时候一个小问题就能把人压垮。刀郎与云朵三真相与反思，师徒情谊的复杂性与娱乐圈的残酷。云朵的澄清声明虽然解答了部分疑问，但也留下了更多的思考空间。他与刀郎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，导致两人从亲密无间走到如今的隔空对望？回顾云朵的音乐之路，不难发现，刀郎对他的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。从一个懵懂的少女到一位在乐坛上崭露头角的歌手，云朵的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刀郎的悉心教导和大力扶持。刀郎不仅教会了他音乐技巧，还影响了他的音乐风格和艺术观念。可以说，没有刀郎，就没有今天的云朵。刀郎与云朵，随着云朵渐渐长大，他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和目标。云朵的选择无可厚非，无论真相如何，刀郎与云朵的师徒关系都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。曾经的恩师爱徒，如今却形同陌路，这无疑是令人遗憾的。但换个角度来看，这或许也是娱乐圈的常态。在名利场的喧嚣中，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，师徒关系也难免会受到影响。